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啊。我的这个喉咙还没有全面恢复，所以说啊，这期的声音还是有一些嘶哑啊，跟大家说句抱歉。今天呢，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Realme 这边刚刚发布的 GT Neo。这台机器呢，大家最为关注的应该就是天玑1200了。这是天玑目前最旗舰的6纳米的处理器，而且据说 Redmi 红米这边也会用它来首发自己的第一台游戏手机。那么它的具体表现怎么样？不闻人甜，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我手里这台的这个颜色啊，我感觉今年这个 Realme 的颜色命名都是这样的，它这个叫最终幻想，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叫骇客黑，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丝丝的中二？这盒子非常不环保啊！传统的4件套，充电器、数据线，还有一个保护壳，4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这个4500毫安时的电池给充满。颜色方面呢，其实我更加推荐一下这个黑色，因为这个最终幻想啊，就是它这个银色版本啊。它是塑料的嘛，这个对，全机连中框全部都是塑料的啊，特别容易沾染指纹，尤其是这个光面的部分，这个指纹粘上去之后就极难给它擦下去。它这个设计 ID 其实是跟 GT 的那个曙光版是一样的，就是它镜头拉出来了一个条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挺好看的啊。还有一个 Realme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印章 logo， 这个旁边的部分呢，它采用的是一个哑光的质感啊，就是非常粗糙的那种 AG 的那种工艺。机器触上手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轻薄，它是6.43寸的一个 AMOLED 屏幕，120赫兹的啊，这一点上还不错。不过它全塑料嘛，即便是4500毫安时的电池，也只有179克的重量，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手感还不错，但是肯定牺牲了很多质感。那咱们就不废话了，先来看天玑1200的实测。实测数据上，天玑1200娱乐兔71万左右，纸面数据基本接近骁龙870的水平啊。实测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12G 的版本 GT Neo 平均117秒，和 GT 还有一定的差距。续航方面，120赫兹的模式下，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GT Neo 剩余57%的电量，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18%的电量，表现着实不错啊。只是它吃机呢锁了 HDR 高清加40帧，需要注意一下。同时1小时的和平精英发热机身最高已经到了46.7摄氏度，如果开放60帧，可能发热还会更高一些。充电上50瓦快充，降速还非常快，后面基本维持在25瓦加，充到100%用时51分钟，好在没有涓流充电。性能方面，王者荣耀最高画质90帧 GT Neo 平均89.79，波动1.03，相比于前代要稳定很多。最后极限原神最高画质 GT Neo 平均51.8帧，作为对比啊，888的 GT 平均52.1帧啊，竟然大差不差。功耗方面 ，GT Neo 整机平均5.84瓦，也不算高，略低于之前发布的 Realme GT。极限发热上，本来以为 Neo 会低一些啊，但半小时温升曲线整体相比于 GT 还要更高，25分钟达到最高的53.9摄氏度。组织 GT Neo 首发的天玑1200，性能相比于天玑1000 Plus 还是有明显提升的，特别是在续航方面。前辈 X7 Pro 没能撑过5小时，而 Neo 剩余18%，但是在达到了870水平的性能下，这个发热啊要明显更高一些。买2手机上小白有品 APP，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原装正品，国行代票，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3C 数码兼货，赶紧搜索上车，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核心配置方面呢，它是 UFS 3.1加上 LPDDR4X。在这特别说明一下，天玑的1200呢，它是不支持 LPDDR5的，所以咱们通过这期视频也可以预见啊，这个 Redmi 红米的那个游戏手机，它也是 LPDDR4X 的。这台手机呢也是有一个 GT 模式啊，就是全机血模式，全部的限制都打开，当然功耗也会直接飙升。4500毫安时的电池，它的屏幕只有6.4，所以说续航方面应该表现不会太差。这块屏幕在我们这几天的体验之中呢，素质还是不错，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成熟的 A 屏，这个401的 PPI， 左上的这个挖孔啊稍微有一点大，屏幕边框是3边不等宽，顶部加2边还有下巴是3个尺寸，这个下巴也是稍微有一点宽。它保留了3.5的耳机孔，摄像头模组呢设置的也是比较简洁 ，IMX682的主摄6400万，样张呢我们也拍了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对这台机的相机比较重视的话，建议你去我们的公众号下载原图对比，因为每个人观看视频的平台设备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会产生一些色差。还是老规矩，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GT Neo 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看原图。马达方面，它配置了一个 Z 轴的马达。这台机器总体上来说啊，
确实配置不高啊。它主要的卖点呢就是天玑1200这个6纳米的芯片，官方宣称啊，这个1200呢是可以稳稳当当用3年的。基础的配置方面来看呢，这个机器也算是在入门级别里边啊，算是比较均衡的，就是各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拉胯的点，除了就是全塑料的这个设计，这个是你需要着重考量的。比如说充电、电池、屏幕、处理器这些地方其实都是稳扎稳打，这个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只不过现在整个天玑处理器的溢价能力确实太低了，即便去年天玑1000 Plus 其实它的综合素质并不是特别的差，但是呢，后面我从厂商一些工程师的渠道了解了一下啊，它的调教压力是特别大的，所以说它的价格呢一直上不来。今年的1200呢，不知道基于厂商的调教压力怎么样，而且呢它不支持 LPDDR5，所以说在这个身份级别上啊，还是没有到那么特别旗舰的位置。如果你想购买一个旗舰级的手机呢，我觉得还是 GT 啊，这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台机器比较偏向于追求轻薄的，对性能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入门的学生党啊，或者说比如说给爸爸妈妈如果要是买个手机的话，他们对性能要求没有那么高，比较适合他们。它这个光条这个设计虽然说增加了一些辨识度，更好看了一点吧，但是真的特别沾人指纹，而且塑料的极难擦，这个会显得这机器比较脏。OK。天玑呢，在今年应该1200就是它的顶级芯片了。这个下半年呢，不知道会不会发布5纳米的，或者说6纳米的其他新的这个芯片。经过去年一整年的用户验证呢，天玑其实算是比较成熟了。在今年入门还有终端市场，应该还会有非常多1200的这个机器陆续跟大家见面。OK， 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后期我们也将会把它所有数据都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里面，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不过这年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